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三伏天，天气炎热，容易出汗，要多吃这馅料的水煎包。我今天分享个水煎包的懒人做法，不和面，不擀面，出锅皮薄馅大，馅料鲜香味美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来准备馅料，准备一块冬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薄厚切的均匀一些，不要切太薄，也不要切太厚。这再给它切成细丝，也是切的均匀一些，不要切太细，也不要切太粗了。冬瓜的水分很多，夏天天气炎热，我们要多吃一些冬瓜，而且冬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多吃冬瓜对身体很好。切好之后，把它放大碗中，往里边加勺食盐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根冬瓜丝都能裹上一层食盐。抓匀后放一旁腌制10分钟，把冬瓜丝多余的水分腌出来，把冬瓜丝腌软。接着再准备小把木耳，把它放大碗中，往里边加小勺白糖，再加勺白醋，倒上的热水没过木耳，用筷子搅拌搅拌。加白糖和白醋呢，可以加速木耳的泡发。搅匀后放一旁浸泡10分钟，把木耳泡发泡大。接着再准备一块老豆腐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也不用切得太薄，厚度约 0.5 厘米左右。切好后再改刀切成细丝，最后再切成豆腐丁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大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再准备半根去皮的胡萝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胡萝卜丁。切好后放入盘中，再准备小把洗净后的韭菜，用刀把韭菜白切下来，不要了，再把韭菜切碎，尽量切得碎一些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放大碗中，往里边加勺食用油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每一根韭菜都能裹上一层食用油，这样可以给韭菜形成一层油膜，防止韭菜出水。搅匀后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泡发好的木耳洗净后放到案板上，先给它切成细丝，再切成木耳丁。切好后用刀剁一剁，给它剁得碎一些，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再把它放入盘中，再准备小块肥肉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肥肉丁。切好后放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冬瓜丝腌的差不多了，看一下已经腌出了这么多的水分，再倒上的清水没过冬瓜丝，把冬瓜丝清洗一下，洗去表面的盐分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准备一块干净的纱布，把冬瓜丝放进纱布里，用纱布把冬瓜丝包起来，用力挤干冬瓜的水分，挤得越干越好。挤干水分后放在案板上，把冬瓜丝抓散开，用刀给它切成小段，也不用切得太碎，像视频中这样随便切上几刀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3个鸡蛋，把它倒入豆腐的碗中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每一块豆腐都能裹上一层鸡蛋液。搅匀后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油热后把鸡蛋豆腐放入锅中，用铲子把表面整理平整，先给它煎1分钟，把底部煎至金黄。1分钟后用铲子翻一下面，再整理一下，再煎1分钟，把另外一面煎至金黄。1分钟后用铲子翻炒一下，让豆腐受热均匀，炒的过程中要不停地翻动，防止炒糊了。翻炒至豆腐变成这种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盛出来，放大碗中放凉备用。另起锅放少许油，油热后放肥肉丁，用铲子翻炒一下，把肥肉丁多余的油脂炒出来。把肥肉丁炒成这种金黄色，并且炒出这么多的油脂，然后往里边加2勺香菇酱或者是豆瓣酱，用铲子翻炒一下，给它翻炒出红油。炒出红油后，把胡萝卜丁和木耳放入锅中，继续用铲子翻炒。翻炒至胡萝卜丁断生，大概需要翻炒1分钟左右。胡萝卜丁炒断生以后，再把冬瓜丝放进来，继续翻炒，给它翻炒均匀。翻炒均匀后来调一下味，
加2勺生抽，加2勺蚝油，加2勺食盐，加适量的胡椒粉，继续用铲子翻炒，给它翻炒出酱香味。炒出酱香味以后就可以出锅了，再把它盛出来放豆腐的碗中，然后把韭菜加进来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一个小红心对于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但是对于我来说却高兴到睡不着觉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谢谢大家，辛苦大家了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，像这样我们的冬瓜豆腐馅就调好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2块钱的饺子皮，这个饺子皮呢不用擀薄，我们直接取一张饺子皮，再放上刚调好的馅料，馅料不用放太多，放1-2勺就可以。因为这个饺子皮呢比较小，放馅料放太多的话会把饺子皮弄破。然后像包包子一样给它收口，给它捏出褶皱，把收口处捏紧实了，防止露馅，再给它稍微整理一下，像这样一个包子生胚就包好了。剩下的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包完，全部包好后先放一旁备用。平底锅预热，放少许食用油，油热后把包子一个一个的放入锅中，开中小火慢煎，先给它煎2分钟，把包子底部煎至金黄。2分钟后取一个包子看看，底部煎成这种金黄色以后，再把包子放回锅中，然后倒入少许的清水，水的量没过包子的2/3处就可以。再盖上盖子，用中小火焖5分钟，把汤汁收干。听到锅里发出滋滋滋的声音，说明汤汁快收干了。然后打开盖子，哇，好香啊！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。再开盖煎2分钟，这样底部会更加的酥脆。2分钟后取一个大一点的盘子，帮助它出锅。哇，底部金黄酥脆，看着就好有食欲啊！像这样一道营养又好吃的冬瓜豆腐馅水煎包就做好了，看着底部酥脆，香气四溢，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夹起一个送入口中，瞬间在口腔中爆汁，味道真是鲜美，怪不得孩子喜欢吃呢。同样是饺子皮和馅料，煎出来的口感和饺子是完全的2种味道，各有各的特点。以后在包饺子的时候，记得可以顺手做一些生煎吃，也是非常美味的。而且用我这个方法调的馅料，咸香味美，一口一个，好吃到停不下来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